大家好，我叫 Lingo 王，我在 CubeWise 主要负责亚洲的咨询服务的业务。我的背景呢主要是 IT， 那比较有幸的是在很早的时候就接触到了 TM1。我是第一个 TM1 的 project 是在2000年，之后就一直在做 TM1 的咨询顾问的工作。那后来移民到了澳大利亚，那在澳大利亚呢继续从事 TM1 的咨询顾问的工作。那再往后呢就转到了 user side， 成为了这个集团的一个业务财务分析师。那同时也负责为这个集团整个建构它的计划预算的系统和应用。再往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呢，我回到了北京。大概201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 IBM 刚刚收购了 TM1， 也就是 Cognos。我的主要的职责就是在中港台这个地区推广 TM1 的应用。大概2年以后呢，我离开了 IBM， 然后加入了 CubeWise。那个时候 CubeWise 的 Asia 的 team 就是亚洲的团队刚刚成立。那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已经有11年了。我也非常的欣慰，在这11年里呢，我有幸可以介绍 TM1 给到更多的人认识，然后并且最重要的是有这个正确的使用的方法，让它可以真正帮到很多企业。我的 TM1 Level Moment 发生在我在澳大利亚的第一份工作，大概18年前了。因为我刚刚到澳大利亚的时候，英文并不是很好，所以并没有直接找到 TM1 咨询顾问的工作。而阴差阳错的呢，进了一个媒体的公司的财务部，那主要负责支援它的财务分析和管理报表的模型和系统。那当时我们用的工具呢，不是 TM1， 是海波龙的 iSpace。那我被assign 的一个工作呢，就是去用 iSpace 的这个工具去建立一个 HR 的一个 model， 那主要是统计 high count 和这个计算一些 KPI， 比如说像 turnover rate 等等。当我真正用 iSpace 去建模的时候，才发现它的建模的逻辑跟TM1 有很大的区别。那首先它的 Cube 里边的每一个维度都不是说都可以做实时的计算，那加总计算，那只有选定的维度，我要在预先就要设计好哪些维度是可以做实时加总计算的。那对于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什么是我讲的实时加总的计算。那举例，比如说我的整个集团会有 high count 的这个人头数，那它是由各个公司组成的，各个公司下面又是由各个部门组成的，各个部门下面还有可能有不同的职位。那当我的每一个细小的职位的 high count 在计划的时候发生了变化，那我希望实时的在上面所有的加总的节点都可以实时的看到结果，或者看到这个结果的变化。那这个在你跟你前面一开始设计的哪一个维度可以做实时加总非常有关系。那再加上前面我讲的一些计算逻辑的这个部分的业务逻辑也要放进去。那这个部分在 iSpace 里边，如果不能够实时加总计算，就需要写一个脚本去进行预计算。再加上在 iSpace 里面，它不可以做多个 Cube 的连接，那你需要把你的 Cube 建得很大，把所有的 assumption、所有的维度都要装进去。那维度一多以后，刚才我讲的这个矛盾或者这个 challenge 就变成一个几何级数的增长。那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的计算脚本计算时间非常的长，长到什么程度呢？超过24小时。也就是我为了让我的这个效率可以更高一点，我基本上是每天下班的时候去点这个计算的 button， 到第二天早上再去看这个结果，根据这个结果再去调整我的模型，调整我的维度的设计，然后到第二天下班的时候要再继续进行这个。那后来呢，这个模型变得越来越复杂，我的一天的计算可能不够，可能变成我礼拜五晚上去 kick off 它，然后到礼拜一早上再去看结果。那就这样断断续续，大概2-3个月的时间，我才完成了我的第一个设计。那这个 moment 其实就是我的这个 TM1 的一个 level moment，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非常的怀念 TM1。那因为如果用 TM1 来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那不仅仅是它有这样的一些功能，让我可以很快的看到这个结果，更重要的是，
因为它这样的一个实时计算的能力，还有它的这个灵活性和这个弹性，那让我可以使我的这个建模的效率会变得更高。我本来拉长在2-3个月里的这个工作，可能可以缩短到一个礼拜几天就可以完成。那这个是从效率的这个建模的效率上相比就相差太远了。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那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以后，不久的时间之后，我就离开了一间公司，又回到了 TM1 的世界里，然后继续做 TM1 的顾问和教辅项目的这个工作，一直到现在。说到 TM1 的未来呢，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个非常有趣的 fact。1984年是 TM1 诞生的时候，那我们的 Manny 在新泽西的一个阁楼上发明了 TM1。那 Excel 呢是1985年微软推出的电子表格的产品。那这2个产品呢，从1984到1985到现在已经有40年的时间了。那到现在依旧还存活着，而且还活得不错，甚至还有比较多的发展。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整个40年的这个过程里边，在整个 business intelligence 就 BI 的这个世界里，或者是在这个EPM、CPM 这个企业的绩效管理的这个软件产品的市场上，出现过太多的产品，这些产品来了又走了。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像我曾经用过的这个 Crystal Report， 那是可能曾经最好的 reporting 的 tool， 还有像这个我前面提到的 Cognos 的 BI， 那这个在中国大陆是非常流行的一个 BI 的工具。再往后像 SAP 的 BO， 像 BPC 这些也都是非常有名的产品，曾经非常有名的产品。最后像Hyperion的海波龙的合并报表，像计划预算等等，这个也是市场占有率曾经非常高的这些产品。那这些产品有它自己的这个一举成名的时候，也有它慢慢没落的这个时候。那这些的一个背后，我认为的一个关键的原因在哪里呢？那很多的时候的推动是因为这些投资者或者投行，或者是这个行业的分析师，或者是有大量的这个市场和销售的这个资源在背后推动的结果。那跟这些很不同的或者很不一样的 TM1 的这个产品的发展的历程呢，在整个刚才我讲的这几个方面，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推动。真正推动 TM1 一直存活到现在的，反而是它比较 solid 的核心价值的部分。那很多的时候 TM1 是靠口口相传，有很多从业者是做了很长时间的 TM1 的这样的一个行业。那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核心的计算引擎。那这个计算引擎包含了我前面提到的实时计算的部分，包含了多 Cube 的架构的部分，也包含了它背后可能最好的这个 memory 的这个存储架构的设计的这个架构的部分。那这个其实是当时 Manny 设计出来的，被很多人认为太超前的一个概念，但是在40年后的今天，反而变成了它在市场上最大的一个优势。可以说它在现在市场上还是最好的一个多维建模和计算的引擎。那除了这个，我还想再说2个点，一个就是 RESTful API， 那这个是7-8年前加入到 TM1 引擎里的，它基本上打开了我们前端 Web 的各种各样开发的工具的大门，那让我们可以用最先进的这个 HTML 的CSS 啊，最新的 JavaScript 的 framework 啊，这些框架来去做很 user friendly 的这些 apps。那这也是为什么在 Cubewise 我们的新的工具像 Arc、像 Applic 的 UX， 还有我们的很多的客户也采用了这样的一些开发的方式。那这个可以说有很大的前景。那第2个点呢，我想说的就是 TM1 Pi。那 TM1 Pi 呢，也是 Cubewise 的另一项发明。如果大家不熟悉 TM1 Pi， 那通过名字也可以听得出来，它基本上是 TM1 面向 Python 的一个 API。那基本上把TM1 背后的这个引擎在背后打开了面向 Python 的整个世界的一个大门，那也让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使用到 Python 世界里边的这些 library， 比如说像一些 statistical model 啊，像 optimization 的一些 library 啊，那这也是我们在很多近期的一些 project 里边做到的，跟这样的一些科学算法的结合。那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包括像跟很多
cloud 云端应用的一些整合和集成，这些主数据的管理等等，这些在 Python 的TM1 派上都有很大的这个应用。那综上所述的话呢，作为一个从业了23年这个 TM1 行业的或者领域的我来讲，依然对我目前的工作，其实每一天都还充满了热情，然后对整个 TM1 的产品也充满了期待，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可能性。那特别是对这个中港台这个市场，那我觉得 TM1 的应用才也刚刚开始，所以还是有很大的前景，和这个可能性。In the universe of TM1, the light bulb moment is described as the phenomenon of clarity that a business developer or manager has once encountering the advantages of TM1. We asked CubeWisers to share their light bulb moments. This is what they had to say.